上一期我们说到，自己们需要击败侵略月之都的狂人，才能阻止月都侵略幻想乡。自己们来到了月球上的近海，发现这里居然成为了妖精的乐园，区妖精们居然能让月之民无计可施。我们知道，月之民在月之都过着没有污秽的生活，虽然污秽不会毁灭他们，但他们就是有洁癖，就是厌恶污秽。妖精们怎么就污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暂时先把污秽理解成生死，从生到死，从死到生这一过程会不断的产生污秽。月之民一直处于生的状态，不会因为寿命而死去，所以他们只有极少污秽。悠悠子作为亡灵，一直处于死的状态，因此没有任何污秽。然而，地面上的大部分生物都有寿命，一直迈向死亡，会不断的产生污秽。妖精更甚，他们作为大自然的化身，很容易死，又很能很快的复活，然后又死，可以说就是污秽的聚合体。虽然如此，区妖精依然不是自己们的对手。就在此时，一位拿着火炬的妖精发动魔法，呼唤更多的妖精发动更猛烈的进攻。自己们陷入了苦战，不禁在想，这些真的是普通的妖精吗？终于，他们成功的找到了那位妖精首领，他叫克劳恩·皮斯。克劳恩·皮斯身穿神似美国国旗的小丑服，头戴一顶小丑帽，拿着一个火炬。他的姓氏克劳恩就来源于单词 crown。 和大部分妖精一样，他也是一名来自地狱的妖精。我们知道，地狱是掌管生死之境地，因此地狱的妖精又有更多更纯的污秽。某人告诉他和妖精们，只要象征生命力的他们一直在近海玩耍，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他们。于是皮斯和他们就在这里愉快地玩沙子。他的能力是令人发狂的能力，和灵仙的操纵狂境程度的能力类似，但是灵仙的能力是通过操纵波长，比如光波和声波，间接的使人感到不舒服，直至发狂。而他的能力则能够直接作用于精神层面，无需任何途径。他的能力甚至能够打破次元壁，直接攻击到玩家本身。看，又疯了一个。因此，他也获得了玩家们的爱称“魔人的小妖精”。虽然如此，自己们还是躲开了无数激光，躲开了3个月亮，击败了他。他一直不明白，为何这和朋友大人所说的不一样。自己们明白到，他们离这位朋友大人侵略月之都的狂人不远了。于是，他们马上又出发了。后来，自认最强的皮斯来到了幻想乡，住在了伯利神社的底下，并且和三月精组成了东方四月精。让我们期待东方大电影《冰与火之歌》最强对最强吧！看到这里，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，永灵给了自己们一批药，这批药叫干珠之药，是这部作品的标题，也是永灵认为的解决异变的关键。在设定文档中，它具有体验未来的药效，这在游戏中的体现就是无限独到，就是 I wanna， 即完美无缺模式。完美无缺模式就是自己们吃了药的剧情。自己们吃药后能够提前预判飞来的弹幕，并且躲开，保证自己不中一弹。然而，正在东方杂志外来尾编中说了，自己们自始至终没有服药，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异变。没吃药就是传统模式。而在正史中，自己们依然做到了不中一弹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近海深处，等待那位狂人的现身。此时，一个身影出现了。这位举止优雅、谈吐得体，并且主动认输的人，就是那位狂人吗？对，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存在，叫纯狐。纯狐身穿华贵的古代中国服饰，留着一头飘逸的金发。正因如此，许多人亲切地称呼他为老佛爷、纯嬷嬷，甚至有人直呼纯妈。你们一定会觉得那人是在作死。然而，纯狐她曾经就是一名母亲，她也许真的很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再叫她一声妈。她的能力是纯化的能力，能够将事物两面中的一面进行纯化。原本就充满污秽的妖精，通过她的能力就成为了让月之民无计可施的存在。同时，如果有人身上存在大量污秽，她就能够纯化这些污秽，从而将其杀死。自己们如果之前被地狱的妖精打中，那他就能纯化自己身上的大量污秽，将其杀死。干珠之药原本就是永灵为了避免自己们沾上污秽而准备的。
如果此时玩家们在玩传统模式，并且已经中弹，纯夫会嘲讽自己的弱小以及永宁的失败，甚至会大喊出一句经典台词。然而，自己们不仅没有沾上任何来自地狱的污秽，而且本身就不那么污，纯夫的能力对他们毫无办法。因此，纯夫认输了。他向自己们透露，他之所以要侵略月之都，是因为他想向月之都的一位大人物复仇，他要把自己千百年来的怒火发泄到那位不共戴天之敌身上。然而，自己们的出现就让他明白到，这一次又失败了。随后，纯夫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到自己们身上，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符卡决斗。最后，双方各自离开了月之都。自己们很不解，为何这次的敌人会有来自地狱的妖精？林仙更是想知道，纯夫口中的在月都的仇敌到底是谁。此时，永宁走了出来，他告诉了林仙这次异变的真相。原来，纯夫的不共戴天之敌就是嫦娥。说起嫦娥，大家一定不陌生。相传在远古时期，天空上有10个太阳，民不聊生。英雄后羿拿起弓箭，射下了9个太阳，为民造福。后羿娶美丽的嫦娥为妻，深受百姓们的爱戴，安居乐业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后羿射日的故事。后来，后羿到昆仑山访友，路遇西王母，王母娘娘感激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，于是赐他一颗不死药，只要吃下此药，便可立刻成仙飞天。然而，后羿不想离开妻子和百姓，于是把药留在家中。后来，有人趁后羿外出打猎，想偷走不死药。嫦娥为了保护他不落入坏人手中，于是吞下了药，羽化而飞天。为了不让自己离丈夫太远，嫦娥选择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仙。后羿赶回家中，发现为时已晚，心痛不已。于是每逢农历8月15，他都会对着满月设立宴席，与嫦娥相聚。这是嫦娥奔月的其中一个版本，也是中秋节的来历之一。另外，据东汉高秀的《华南子注》所说，嫦娥想自己成仙，于是趁后羿不备，偷食不死药，奔向月亮，成为了月之女神。此外还有很多版本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。有一天，正在寻找灵感的时候，找到了纯胡的故事。据《左传》所注，夏朝时期，纯胡氏有一子名伯风，伯风参与了当时夏朝的权力斗争，为人所杀。这个人他也被后人称之为后羿，而在《左传》中，他被注为一羿。他通过篡权夺位，成为了夏朝第6任君主，并且强娶纯胡为妻。纯胡为报杀子之仇，与当时已经意图谋反的丞相和家臣杀死了一羿。读到了这里，舜爽快地喝下了酒，展开了他惊人的脑洞，并随后通过永宁之口讲了出来。原来纯胡和后羿原本就是夫妻，生子伯风，而后来后羿杀死了伯风，与嫦娥在一起。纯胡为了报仇，杀死了后羿，然后他觉得是嫦娥导致他承受丧子之痛，于是也想杀死嫦娥。但是此时的嫦娥已经吃下了不死药，去到了月之都，并被月之民保护了起来。纯胡对嫦娥与日俱增的仇恨被他得到了纯化，让自己成为了一名纯粹由怨恨组成的神灵，并且与月之都的贤者进行了多次交手。他的存在被月都高层极力隐藏，而月都的贤者也多次将他击退。久而久之，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攻月都，想找到嫦娥，发泄心中的仇恨。也许在很多人眼中，他就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，而在我眼中，他只是一位已经放不下的母亲。无论故事的细节如何，嫦娥在永宁眼中就是一个恶妻，也是异变的万恶之源。在朕的设定中，嫦娥是月兔的首领，是月亮女神，十分强大，地位又高。但是她吃下了永宁所做的蓬莱之药，产生了大量污秽，因此被月之民以蟾蜍的形态软禁在了月之都。这一次，纯胡差一点就找到了嫦娥来报仇，结果还是无功而返。这一场三方混战，眼看就这样结束了。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你们太小看喝多了的朕啊 ！naive。自己们回到了家，却发现月之都依然在侵略幻想乡，而此时七神探女找到了他们。原来月之民依然被困在了梦世界中，无法回去，因此还想净化幻想乡。探女委托了自己们去调查，而哆来咪进一步对他们进行了测试。自己们来到了梦世界深处，找到了纯胡，
原来纯胡早就猜到了月之明会逃到梦世界，于是早已安排了一名强大的杀手埋伏在了梦世界的月之都。纯胡大喊一声：“出来吧，地狱的女神真姬酱啊，不对，赫卡提亚！”赫卡身穿一件红蓝绿3色的短裙，以及一件品味独特的黑色衬衣，衣服上写着 Welcome Hell。扫描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你这个奇怪的 T 恤混蛋！”同时，他还带着用锁链连起来的3个球，这3个球分别代表3个世界：月亮、地球和异界。异界也可以暂时简单认为是梦世界。他的能力是拥有3副身体的能力，这与他同时作为3个世界的地狱女神的身份相对应。在游戏中，他头上戴着不同的球，他头发的颜色也会随之变化，蓝色是地球，黄色是月球，而他现在在梦世界，因此是红色。顺便一提，他的姿势快被玩坏了，连圣地都看不下去了。他的原型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卡特，死之女神，希腊众神之母女，掌管冥府、夜晚、鬼魂和魔法，是连众神之王宙斯都敬畏的存在。他有一个手下叫拉姆帕德斯，也就是克劳恩皮斯的原型。在东方的故事中，当初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，导致光明减弱，导致地狱的黑暗也减弱。作为地狱女神的她十分的不爽，而纯胡找到了她。赫卡也受到了他的影响，想找到后羿的妻子嫦娥来报仇。两人志同道合，共同拟定这一次的作战计划。而他将自己的手下皮斯派给纯胡差遣，因此皮斯称纯胡为朋友大人。他被纯胡叫出来后，以为纯胡终于找到了嫦娥，终于能够报当年的仇。然而纯胡告诉他，正是因为眼前的雉鸡们，计划失败了，已经不可能找到嫦娥了。他觉得这件事十分不可思议，而雉鸡们要求他赶快放走月之明。于是他决定和雉鸡们玩一下福卡对决，雉鸡输了就杀掉，自己输了就放人。然而玩到一半，他拉上了纯胡来帮忙，结果还是输掉了。雉鸡们斥责他作弊，他很快就道歉，调皮地表示自己只是想试一下，并很快答应放走月之明。尊在外来尾编中说，他就是想创造一个等级极高，但是看起来简朴，外表又看上去奇怪的滑稽角色。他到底有多厉害呢？超越了幻想乡和月之都，超越了以往出现的所有角色，什么龙神，什么天照，什么十殿阎罗，更不用说一连二优三大巴、四季天子和雉鸡、斯卡雷特圣太子、四大鬼皇和天魔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神，找不到嫦娥，打不过林梦，还像个杀马特一样。此外，他通常被人认为是世纪印记的上司。然而，吔屎啦，梁非凡！总之，《东方干柱传》的主线剧情到这里就真的告一段落了。3个世界的混战，各国神明之间的博弈，被当作棋子的雉鸡和幻想乡，以及在幕后注视着这一切的八云子，不得不让人再三感叹：太屌！来到幻想乡的皮斯，想见一下有名的纯胡，想去幻想乡玩的赫卡，以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故事呢？尊呐，我们中国神话和历史好不容易幻想入，结果一个是邪仙，一个是神经病，一个是恶妻，你开心就好。玩得起梗，考得起剧，从旧东方到东方到新东方，每一部作品都是如此。尊为了最新作，不仅接受了王的指导，创新的借鉴矮汪的游戏，而且大胆改编各国神话传说，让不止一部作品为他铺垫。《东方干柱传》就是这么一部集大成之作。下一集你将会了解到《干柱传》的前传《东方生命录》，一部玩法上有重大创新的合作作品。那一次，伯利大结界裂开了，幻想乡面临了重大危机。最重要的是，日本有一个普通女高中生做到了很多人一直想做的事情。下一集由我来告诉你们怎么进入幻想乡。然而，我只想说，垃圾游戏毁我青春，此生后悔入东方，来世炸了幻想乡。